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Drum Lab 台北，我是韦恩 Wen。11月底我有机会参加 Lionel Lewis 大师班，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启发。他分享了许多概念以及技巧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在这支影片中，我整理了当天分享的一些核心内容，希望分享给鼓手朋友 Lionel Lewis 带来的这些精彩的知识。在分享这支影片的同时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探讨，一起来交流。因为这些想法对于我们每一位不同的鼓手，可能都有不同的启发以及认知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去当天的大师班，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你所听到的，或是你有不同的启发。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，让我们一起深化 Lionel Lewis 给我们带来这些精彩的知识，一起成长，互相启发。那首先 ，Lionel Lewis 在开场之后就分享了第一个概念：演奏爵士鼓就像是你生活的方式。我们透过语言，透过肢体和我们的朋友互相交流沟通。那其实，在鼓组上也是，我们透过爵士鼓这个乐器与其他的乐器互相的沟通交流，就跟你跟朋友在聊天是一样的。他非常强调两个字，叫做自然。你应该自然的透过这个乐器表达自己，以及和别人沟通。那我想 Lionel Lewis 要表达就是音乐就像是一个语言。人有喜怒哀乐，每个人也有不同的人生体验。那你在演奏的同时，其实也是反映这些你的人生体验，完整的呈现你要表达的内容，以及你自己是谁。那这边刚好想要延伸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你听的音乐其实很直接的影响了你演奏的内容。那我们之前影片有提到这样的概念，就像 Lionel Lewis 现在跟我们分享的。演奏其实就像一面镜子，反映了你的生活方式，反映了你平常聆听的音乐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演奏的是情感丰沛的，包含喜怒哀乐，包含你融合各种不一样的曲风在你的演奏里面，那你聆听的音乐是否应该也要再更加宽广，不画地自限的只聆听某一种你喜欢的音乐。就算你听到你不喜欢的音乐，你也不用勉强自己喜欢它，静静的聆听，或是你也可以直接跳下一首，这都没关系。总之就是丰富你的音乐词汇。我想这个就是 Lionel Lewis 想要表达的。那说到这边，可以延伸到 Lionel Lewis 分享的第二个概念，他将演奏分成技巧、对音乐广泛的了解，以及你的音乐方向这三个面向。那他分别示范以下这两种不同的声音。你比较喜欢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？我相信如果你是鼓手或是对鼓有略知一二的话，都会选第二种。第一个当然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呈现方式，但我想 Lionel Lewis 要表达是在我们学鼓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对于自己的动作以及声音的敏锐度有更深层的了解。那在这样子的认知了解之下，我们可能会觉得第一种声音比较不清楚。节奏比较不分明的是比较初阶的演奏方式，那第二种层次比较分明、节奏比较清楚的是比较进阶的演奏方式。所以在你演奏之中，你要了解刚刚提到的这三点，你要知道你需要的技巧，你要对音乐有广泛的认知，进而决定你在演奏中你要前往的音乐方向。方向可能是摇滚，可能是拉丁爵士。可能是各种不一样的元素的混合，那透过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三个面向，进而演化出属于你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演奏风格。那在这里呢 Lionel Lewis 也演奏了另外一段这样子的一个节奏。他所要表达的是，即使我们今天的技巧是比较初阶的，但是你有非常明确的音乐方向的话，你演奏出来也可以是一个非常 solid， 然后有 grooving 的节奏。技巧是有效率，用最少的力量达到你的目标。技巧是你在演奏的同时，你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。那在讲座之中，他提到了空间以及技巧这个概念。今天如果给你2个小节，你会在这2个小节做什么呢？你可以一个节奏打到底，
你也可以疯狂 solo， 在这2个小节塞满所有的鼓点，你也可以留白，什么都不做。Lionel Lewis 分享技巧的概念，即是你如何有效率的在这2个小节或是一定的时间长度之间达到你的目标。目标可能是和其他乐器有相呼应的对点，因此他在演奏的时候会仔细的聆听其他乐器在做什么，可能是每个小节的第几拍有明显的重音，那他可能就会使用 crash 或是其他的乐器在这个重点拍上面，进而以爵士鼓跟其他的乐器相互去对话。常常有人说音乐是一门处理时间的艺术，那在 Lionel Lewis 演奏之中，就像前面有提到的，它可以塞满所有的鼓点，它也可以一个很简单的节奏打到底，它可以自如的掌控爵士鼓在音乐里面的张力以及疏密。要表达的是技巧即是有效率，用最少的力量达到你的目标。技巧是你在演奏的时候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，在这些选择之中做出你的美感呈现。那在这次大师班最后的问答时间，有一位鼓手朋友问了一个非常棒的问题，他觉得听 Lionel Lewis 在打鼓很像是在听他在弹钢琴，他可以感受鼓声之间的旋律性，因此他想要询问 Lionel Lewis 是如何演绎这样子的律动。Lionel Lewis 提到他在演奏的同时，他会想象他是演奏在音乐里面，因此他在演奏的时候，他会和这些脑袋中想象的朋友一起演奏，一起 jam， 有点像是他跟脑袋中的朋友在聊天、在交谈的概念。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演奏有旋律性？是因为他脑袋中在演奏的时候真的有旋律，和其他旋律性的乐器一起互动交流，这部分真的是蛮意象的。那他也提到，试试看100% cover 一首你很喜欢的歌曲，照着原曲的鼓一模一样的把它打出来，可以再试另外一个版本，是属于你自己的演绎方式。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你在演奏的时候，你脑袋中就有各种不一样的声音，并找到属于你旋律性的演奏方式。好，接下来进入到技巧的阶段。Lionel Lewis 有分享到，有太多人跟他问过一样的问题，所以他直接点出大鼓动作这个主题。首先，他讲到了 heel down 跟 heel up 2个动作。那如果不知道这2个是什么的朋友，简单来讲 ，heel up 就是你在踩大鼓的时候脚跟不着地 ，heel down 是脚跟着地。所以2个方式在踩大鼓使用的肌肉跟用力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。Lionel Lewis 有提到他在使用这2个技巧的时候，他有特别的把 heel down 练得很大声，然后 heel up 练得很小声。这个真的蛮难做到的，因为通常是我们在追求小声的时候会使用 heel down， 然后我们追求大声的时候我们会使用 heel up。所以他花了非常多时间琢磨在大鼓这2个动作，然后也把这2个动作分别练到极致。主要提到这个的原因，是因为通常我们会习惯同一种踩法，但是你在踩法应用的时候，如果你有另外一套系统可以同时去并行的话，你可以更自如的去转换在其中，然后也知道说用不一样的 mindset 去做同样的事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增加脚对大鼓的控制度。接下来他讲到大鼓双点这个主题，在踩双点的时候，第一下脚抬起来，用脚掌 tap， 再让整只腿下来。那他特别讲到抬起的这个动作，一定要先抬起再 tap， 不是 tap 跟抬起同时。所以抬起 tap down 强调的都是先抬起再 tap 再 down。那很多人看过他的演奏，会觉得他大鼓这么快，是不是他踩的是 slide 的方式？简单来讲一下 slide 就是透过前后有很明显的位置上的差异，造就出他大鼓可以踩得很快的一个技巧。那 Lionel Lewis 特别提到，他不是用 slide 这个动作，第一下 tap 的时候会踩在踏板比较中间的位置，第2下再全部下去，所以有一点像 slide， 但是它不是平踩的往前进。Lionel Lewis 的方式，所以差异是在今天用 slide 的话，声音可能 punch 没有办法像 Lionel Lewis 提到的这个方式这么大。那之前 Drum Mill 也有邀请 Lionel Lewis 讲解更多有关大鼓的技巧。
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双点这个动作，有兴趣的朋友我也会把它放在资讯栏，可以去点点看，里面讲的蛮仔细，也浅显易懂。那延伸刚刚的主题 ，Lionel Lewis 也会把刚刚双点这个练习放在节奏里面，分别做出 shuffle 以及 straight 的 grooving。那大家有看到我刚刚的脚是用双点踩在1、3、1、3，那接下来他会把 shuffle 的变成直的。去训练他双点的动作，可以让他有更多的控制力。那最后一个有关大鼓的主题，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影片。所以这个东西有点融合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的这些主题，这是以3下为一个单位的运作。那我们放慢一点的速度，用影片来看，它看起来像这样。所以第一下就是用一般的 heel up， 第二下很有趣，它是用脚心，然后第3下用 heel down， 所以连起来它变成这样。好，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试这个动作，真的没有很好踩，可能需要很多的练习才能像 Lionel Lewis 踩的这么扎实 solid。所以他也演绎了一段他在节奏里面的运作。如果你是才刚开始接触爵士鼓的朋友，强烈建议这类的基本动作一定要找老师学习，因为就跟健身一样，如果你的姿势动作错的话，你未来会花了更多倍的时间把你的动作矫正回来。跟老师学1对1的状况下，你也比较知道你的肌肉是怎么运作的。那前面讲概念的时候，我们也有示范2个不一样的动作会产生不一样的声音。那在那之后 ，Lionel Lewis 也有提到对力道控制这个主题。他分享曾经跟一位老师学习音色 balance 这个主题，你有意识的去控制，比如说我们最基本的是 hi hat 小鼓跟大鼓这3者的力道，比如说 hi hat 变大声，再变小声，大鼓越来越大声。所以你在控制这3个 balance 的时候，你可以尝试看看，把大鼓调大，再调小。但是这个过程要是渐进的，可以一个一个调，你也可以2个2个。比如说 hi hat 跟小鼓越来越大声，再越来越小声，或者 hi hat 跟大鼓越来越大声，再越来越小声。用这样的方式去训练你的动作。那这个练习有2个好处，就是你在打演奏的时候可以更仔细听自己的演奏。然后透过肌肉去练习控制大小以及肌肉群的运作。对我来说，这次活动真的是相当棒的一个体验。我也想借这次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之前看过 Lionel Lewis 让我 mind blowing 的一段小影片。这段影片是他跟 Jacob Collier 一起 jam， 但是他们不是透过乐器，是 MIDI 的键盘以及 drum pad。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，他们就这样透过电子的乐器互相有来有往的沟通，那之间的流畅度真的是让我目瞪口呆。我想对于 Lionel Lewis 这样子的大师，爵士鼓以及手指鼓都是一样的，因为说到底就是节奏，就是律动，就是音乐，它就是他人生的镜子，他平常的生活。Lionel Lewis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正面能量、乐于分享的大师。谢谢 Lionel Lewis 带来这些这么精彩的内容，也谢谢 Yamaha 台湾带来这次的讲座。如果你看到这里了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Drum Lab 台北不定期都有与音乐和爵士鼓相关的影片，独到的观念以及技巧带你深入音乐的世界。无论你是鼓手还是乐迷，都非常欢迎加入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。我是韦恩 Wen， 这里是 Drum Lab 台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